这个老人在家做饭，每次都被电。看一下他电饭锅的内胆，带220多伏的电。老人以为是电饭锅不好，准备换个新的。结果我又发现他煮饭的小锅上面也带220伏的电。这个不再是感应电，是漏电。是漏电呢？难道他没有地线，没有漏电保护器吗？去看一下他们家的配电箱，很明显它是有漏电保护器的，总闸是漏保。它这个是有地线的，进来的地线是个红线，进来的主地线和插座的地线接在了一起。可以看一下这个地线带不带电。用这个电笔测量对地电压220多伏啊。这很明显不是他们家电路的问题，而是外面的主地线带电。邻居家有没有呢？去邻居家看一下。邻居家很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，他们说这几天感觉墙上都带电，然后用电笔测哪带电。他们找了专业的电工师傅过来查，测的家里面的进线、零线、弧线都正常，电压正常。来的师傅测的地线带电，然后把地线给掐断了。进户的主地线和家里的插座地线也是连在一起的。测一下这个地线，220多伏啊！地线是保障安全的生命线呀，地线都带电，那这个安全怎么能得到保障呢？那这就是个炸弹呢！去外边看一下这个主地线吧。他们的一户一表都在这个配电箱，从这出去的，每家的线路都是从这出去的。配电箱上着锁，一会得开一下。先去看一下我每家每一户走的主线。进户线是从后墙进入的，找了一个梯子爬上去看一下。每家的电路就是这么穿着管过来的，然后再进入家里的配电箱。然后这几家的地线都是用的一根地线，就是从一根地线上接出来的。可以测一下这个地线，带电220多伏，220多。所以说这几家地线都带电，都带。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或者说是谁家的电路有问题造成的呢？得看一下箱内的电路。等供电所的师傅来把箱门打开。来喽，那就打开这个箱门看一下。这个总进线是220伏，然后这个地线就是这个红线，几家几户都接的这一个地线。测一下这个地线上面带220伏的电呢，总地线都是带电的，一共6家，一家一家断电，看是谁家的问题。220拉，对啊，他家不是，他家也不是，他家也不是，他家也不是。哎，那是一，就是。这一家这是一家，这是谁家？都出去了。那就去看一下是哪一家。那个大爷说先去他们家看一下那锅还带不带电。又看到了这一个没有哈完的稀饭。插上电以后再测量，好了，不带电了。电路有问题的是这一家。没人，他家电路有问题啊。要是有人我就进去给他查一下。他们正在积极的联系房主，那只能先给他家断电了。你看啊，他们这种线路虽然有地线有漏保，但是起不了作用。地线只有可靠接地才能起到保护作用，而它这个没有。什么是接地？你比如这一种，把角铁打入大地，或者在地下焊接框架，从接地体接触这个地线上哪来了？上这来了。它是接在设备的外壳、配电箱的外壳，连出些接地线。接地线是接哪的？接地线是接插座地线，包括热水器外壳，还有电器外壳。就是一旦这些插座下边的电器发生漏电，对外壳发生漏电，设备上的感应电或者是漏电会通过地线导入大地，而对人不会造成伤害。
当然了，您说这个漏电保护器，它下边有漏电的，它会第一时间感觉到，就达到它的漏电电流0.03安，就30毫安，它会第一时间跳开漏电保护器，来保护人的安全。当然，你像这些，如果说下面有漏电的，它没有那个功能，它不会感应到，它不跳。所以说，家庭要装漏电保护器。有地线，漏电保护器它会跳得更灵敏。您漏这个电回来了，哎，没进入大地，它感应不到；没有回路，没有泄露，它感应不到，它会跳得不灵敏。还有就是，如果说没有这个主接地线，这些地线都是空的，没有接入大地，这一路漏电没有放入大地，它会导致另外的这些电路线路的地线同样就是整个都带电。一路漏电导致其他几路都漏电，都带电，外壳都带电。所以说地线说是一个就是保护人生命线，保护人的就安全的生命线。如果说这个地线不接地，它也就相当于没有用。就一旦这些电器外壳都对它漏电的话，其他设备外壳都会带电。所以说地线要做可靠接地，这个得重视。天天讲漏电，天天讲地线，是不是都挺烦了？有没有新鲜的故障现象？也会有的。就是我们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东西，修的就是大家身边的这些常见的故障现象，解决一些安全方面的问题，让大家了解一些基本的安全知识。好了，先这样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电机转上一会儿就发热烫手，而且速度还提不上去，而且还会转上一会它自己就停了。纺织收卷机速度上不去，上去转的没有力量，它是变频器控制的。这是刚刚换了一个新的变频器，换下来的这个变频器在这儿，1.5千瓦的。故障现象是一开一提速，变频器这个频率马上就下来了，上不去，怀疑变频器不好，换了个新的。新变频器换上以后，速度还是上不来，但是电机发热很严重，开个10来分钟就开始烫手了。是电机负载太大了吗？开始我以为是缺项了，到了现场之后发现是变频器控制的。看一下它这个控制柜，换的新变频器，测量一下电压。如果缺项，这个变频器会有故障代码显示。我想量一下电压的高低。您说电压如果太低，对变频器运行和电机运行有没有影响？测量的电压确实不高，360伏左右。是真的低吗？它这正好有个数值表，我用数值表测一下电压。看一下电压，确实不高，357伏。我感觉电压太低，电机也没劲儿，是这样吗？跟电机发热有关系吗？您看啊，电机启动运转正常，转着转着嘎就停了。看变频器没有故障代码，显示停止，那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是靠这个继电器的吸合来给它接通信号，它吸合以后变频器运行。什么原因能让它断开呢？这种设备就是怕断线，如果有一根线拉断了，它会接通后边的电路，这个是拉断线了。这么多线有一根线断了，设备就会停止。变频器没有显示故障代码，属于正常的停机，这个不是问题。所以接上线以后，直接按启动，它又运行起来了，运行正常。现在看这个发热问题是怎么回事？就转这么一会儿，这个电机都热了，这是不正常的。它这个设备用了2年了，以前没出现过这种发热的问题，开一会就烫手，提速上不去。他们说原来那个旧的变频器加速时频率反而下降，厂家说1.5千瓦的电机拉这个设备没问题，有地方憋住了吗？咱现在不怀疑电机，你如果怀疑这些传动轮这些轴承，如果里面坏了也会拉不动，拉不动就会发热。现在摸凉飕飕的也不热，就是电机热，那是电机轴承不好了吗？看一下电机的运行电流，就是额定电流， 1.5千瓦 3.7 安的电流，额定电流。用钳形表掐一下电机的运行电流，电机慢慢的开始加速，4.4安了。
现在电机转的不快，很慢，才11.65赫兹。再加速，一加速这个电流上去了，6.8安、7安、7.2安，电流挺高啊。额定电流3.7安，运行起来的电流6安多，这肯定是不正常的，电流太大了。电流大了，这个变频器怎么不出故障代码呢？电流超了那么多，应该有故障代码的，应该停机的。摸这个电机热，这种不正常的热。电机后面的散热风扇也有风吹出来，这负载拉不动吗？现在让电机空转，就是后边不带负载，收卷轮在空转。看看电流 1.9 安，感觉不太正常。他们说变频器小了，换了个大变频器，4000瓦的，4000瓦的变频器带1.5千瓦的电机，怪不得电流超那么多，它都没保护。这个变频器参数里面没有设置电机参数，没有这个参数，所以也设置不了。这种就应该是4000瓦之内的电机它都能带。我看了看也没法调，换了个变频器，电机还是不行，应该还是电机的问题。测的进线的电流是4点几安，再去测变频器给电机的输出电流6安多，是不是测的不准呢？准不准它这个电流都有问题啊，太高了。那就考虑换一个电机试试吧，可能是电机不好，只是怀疑它不好。这是换了一个新电机，开了很长时间了，用手摸一摸，热乎乎的，属于正常，不像以前很烫手。上一个开10来分钟就开始烫手。这是换了一个3000瓦的电机，原来是1.5千瓦的，电流6.34安，额定电流6.34。看一下这个时候变频器的输出电流，电机的运行电流4.5安，这是正常的，这个电流是正常的。那掐一下输入电源，这个电流1.7安，为什么输入电流那么低，变频器输出电流那么大呢？是哪一个不准呢？还是说这个前行表掐变频器电流本身就掐不准呢？这个电流应该是正常的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那原来这个电机是什么问题呢？为什么2年了都很正常，突然最近就拉不动了呢？用手转还行，很溜导，这个怎么来解释呢？请各位老铁评论区多多指点，感谢您的观看。